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要介绍这辆车，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如果要你花10万块左右，要买到一台后轮驱动的车，然后又是一台不用打油的车，续航里数最少都有350 km， 有什么车可以做选择呢？像我现在身边这一台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刚刚发布的 MG4。 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 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 A810 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 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 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 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没有错，行车记录器真的非常重要。像这一台 MG4 呢，原厂就没有行车记录器啊，你可以自己安装70迈的 A810 或者其他款式的行车记录器。那今天最主要的还是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身边这一台 MG4。今天我们还是全马最快的借道车在马路上实测这一台车的频道，所以那么好料的 channel 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赶快订阅起来，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免费的。接下来我们更新更多最新影片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更快、更紧凑的影片内容了啦。请您当面夸奖。我身边这一台呢，就是 Standard 版本的 MG4， 马来西亚的售价是104千。这一台车的外观呢，我个人觉得虽然它是一个 Standard 版本，但是在 bumper 啊、车灯啊一些细节方面是没有做到任何的 cut cost 哦。有一个 cut cost 的地方，就是 Standard 版本的下面 lower grill 的地方呢，没有那个 active grill。active grill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洞啊，如果是在更加高级的版本呢，它会封闭起来，就会有更低的风阻系数。然后这台车哦，这个车头灯的 design 我觉得很好看，很尖。这种尖尖的车头灯啊，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非常有战斗力啊。然后它的旁边这一边呢，是真实的导风口，下面是有一个防刮材质的，好像 skirting 的东西，还有一些少少 carbon fiber 图文的这一个设计做点缀啊。我觉得早许的这个 carbon fiber 还是很好看的。有些车款就做到太多了 ，over 有些东西不是越多越好啦。这个车头 design 我个人觉得很帅。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sport rim 呢，是一个17寸双色调的这一种 design， 轮胎尺寸215/50R17 公后的轮胎啊。这个公后轮胎其实我身边也是有一些朋友在用住啦 ，review 都还不错一下的。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辆车，它是有一点点像 crossover， 但是我觉得它更加适合称它为一台 hot hatch 车型。尾灯的设计方面，你们觉得好看吗？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像最新款的 Harrier 的那一种设计，中间有一个 MG 的 logo。Standard 版本没有 spoiler 啊，这个是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地方啦。没有电动尾门，它是有2只 damper 把它顶上去。尾箱空间其实没有很大啊，因为它还是一个 hatchback 版本的车嘛。打开这个下方的位置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补胎机啦，这个 tire bump 三脚架之类的东西。首先坐进来是一个很大面积的软材质，而且这个 dashboard 的配色干净简洁。当然门板这边上方是hard plastic， 然后这台车的排档杆不是一般的那种 DRND 这样子拉，它是一个旋钮的，转去左边是 reverse， 转去右边是 D， 然后往下按就是 parking mode， 手刹车也是电子的。下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位置，下面还有一个 roller shutter， 然后有2个置杯架。椅子方面老实讲，这台车因为它的 segment 关系，所以它的椅子不会很大张，会比较小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它的支撑性会比 Honda Civic FC 来得更加好。最主要的是看到吗？它的这个蝴蝶翼的位置是可以
以衬托到我的肩膀的。如果是 FC 的话，完全这边就是被砍掉。Steering wheel 方面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调整。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座。OK， 坐进来这一台车的后座啊，你会很 surprise， 因为一般上这一种比较小 segment 的电动车呢，它的后座椅背都会比较直。可是这一台车的后座椅背倾斜角度啊，我坐起来在画面上相信你们看得到，这个倾斜角度还算是蛮舒适的。不过腿部跟脚部空间就不是很大啦，而且它没有后方冷气出风口，然后有配给一个 USB Type A 的充电插孔，然后这个椅子是可以做到6/4分离，可是中间没有 armrest 啊，这个也是比较可惜一点点的啦。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X Power 版本又是什么样的啦 ，Let's go。身边这一台就是 X Power 版本的 MG4， 这一台呢是号称目前马来西亚你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双马达4轮驱动电动车，而且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3.8秒，不到16万的价钱，我真的觉得这个价钱买到这一台小钢炮啊，真的你在路上没有对手了。当然，这一台车跟前面刚刚我们讲的 Standard 版本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在下方这边呢，它是用这个亮黑色的烤漆，还有 Active Grille 的功能，就好像 BMW 的鼻孔这样子会开一关的。车身侧面方面跟 Standard 版本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一看就是非常暴力的 Brake Caliper。这个只是一个 cover 罢了。轮胎方面是用235/45R18，属于街胎的轮胎，是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T005 EV， 是专门给 EV 车款使用的。然后这一台车呢，在 side mirror 方面就有多了一颗镜头，这个是用来实现360功能的啦。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虽然也不是那一种滑面的皮革，但是它不是布料哦，它是有点像 suede 这样子的，好像 Alcantara 这样子的设计。然后椅子是电动的，不是手动的啊。讲真的啊，这辆车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不只是我发现，我跟 Ranger Man 在拍这台车的时候，2个人同时都有发现，只要你坐在这辆车上，你用正常的姿势下这台车，像这样，我太难了。这个脚这边就会被卡到，因为这边呢它会比较宽一点点，尤其是它的 side skirt 会比较突出。后座方面也是一样哦，后排没有冷气出风口，椅子也是一样可以做到6/4分离的倾倒，也是一样没有中间的 armrest。但是我们看到车尾部分呢，这个就有一个 standard 版本没有的 rear spoiler， 这个 spoiler 是看到吗？我的手可以这样穿过去啊，应该是有一些 aerodynamic 的功能啊。尾灯方面呢，跟 standard 版本也是不一样哦，这个就多了一些线条设计，然后它是 clear 到完，来到 MG 的位置呢，这个MG 的 logo 是镶在里面的。虽然讲它是 X Power 版本，可是尾箱盖也是没有电动尾门哦。所以16万的价格，你可以买到双电动马达，可以买到有3.8秒的0-100加速。这一台车你们会考虑吗？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试驾 MG4。那我们试驾的版本呢，是一个 Lux 版本，跟刚才我们讲的 Standard 版本还有 X Power 版本呢，它是在一个中间的款式啦。那现在我们就上路试驾这一台车。在开始试驾之前，我们要非常感谢 Johor Bahru Blenddong 的 Untrading 哦，今天邀请我们来到这边，把这台非常吸引人的车带给大家。我们现在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 MG4， 然后这辆 MG4 是一个 Lux 版本啊。Lux 版本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的颜色啊，门板的颜色啊就有点不一样，它是用了一些米白色来做装饰啦。然后这辆车呢是没有 Push Start Button 的啊，你一上车，只要你的锁匙在你身上，你踩刹车它就 start 了。然后 Steering Wheel 方面，它是一个双幅设计，下面这边是空的，这个design看起来会比较复古一点点，可是这个皮革啊，下面是平的，上面是平的，抓起来手感也是很好。开启这个 reverse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360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把这个旋钮转去 D， 这辆车就可以启动了。OK， 这辆不是刚刚的 X Power 啊，刚刚那辆 X Power 的0-100加速是3.8秒，可是这一台是一个7.7秒，7.7秒还是快过很多汽油车啦。汽油车你要有这个速度啊，不是那么简单。OK，Signal 方面是在左手边，跟 Proton 的车款一样啦。当然这辆车它是有这个 MG Pilot 啦，就是所谓的 ADAS 的功能，前方车辆预警啊，这个紧急刹停功能，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自动跟车功能，而且是不管什么 spec 都有啊 ，Standard spec 也是有这个功能。然后主要是电动车嘛，电动车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电动车，你开在路上的时候，它就是很安静，没有引擎声，然后它的这个油门不是油门是这个电门的反应，它的响应速度是很快，而且它没有压响嘛，不像我们汽油车踩大油，它要给它一个时间去退
退档。如果是 CVT 的话，就更难受了。它一退档的时候，那个声音一拉高啊，就很难听啊，就很不舒服。尤其是比较便宜的 CVT 车款。可是这一种电动车呢，整个驾起来就是很 smooth， 很爽。这辆车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它是一个后轮驱动车嘛。以目前在这个价位啦，你买不到后轮驱动车的电动车了啊，它是最便宜的。它的竞争对手全部都是前轮驱动。前面有一个螺里啊，我们来做一个超车，行呢打一下，然后我们一脚电门。看到吗？这样轻松啊！用这种方式来割车啊，其实是更加安全的。很多人讲我买电动车，这样大马力要来这么做自己危险，错了。当你在这种一来一回的车道的时候，你的车如果有更强的动力，你要超车是比起你的车没有动力来的更加安全。OK， 今天的这个自驾体验啊，算是比较简短。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更加完整的试驾报告，我们会做可能长途的行驶啦，我们会做一些托街弯道，然后我们会做一些 highway 的测试，还有它的电耗测试。今天这一集我们讲了比较多的这种外观 interior 的东西，试驾我们就大概先带过。接下来你们想要看到我为这一台车做什么样的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啊！你们的留言每一则我都会读，我看了过后有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没有错，这个一定要去测试，这样我在下一集影片就会测试你们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啦。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订阅起来，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样接下来有新影片出来的时候，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啦。当然 Ranger Man 的频道也是可以跟它订阅起来，我们接下来会做更多合作，更多 cooperation 啦。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MG 车款的话，新山的朋友、南马区的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有 OnTrading 现在是代理这个 MG 的车款了，而且他们不是 1S 啊，他们是 4S Center， 包括 spare part， 包括 service， 包括 body and paint， 全部都有。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有他们的 salesman 的联络方式，可以联络他们了解更多详情啊。今天这集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